这究竟是在捕捉何种水中巨兽？竟然连传带人拉着到处跑，并且只靠着一根比手指头还要细小的竹竿便能将其捕捉到手。而一名皮肤白皙的小伙子却直接潜入水中，抱起一条比他还要白胖的大号鲶鱼。他们到底吃了什么样的天然饲料，居然长成这般模样？此等身材没有60斤重也会有个30千克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在河里捕捉巨型鲶鱼的过程。已经习惯了走夜路不怕鬼绊脚的拉西，趁着天刚亮就领着另外3人来到河边，随即马上脱掉总是想让他们扑街的人字，拖上了快艇。而作为船长的拉西手拿钥匙打开了并不防盗的防盗锁，在他把一条比防盗锁还要防盗的铁链解开之后，便开始了今天的收网行程。还没开出250米的距离，便已经来到昨天设置的第一个钓鱼陷阱。虽然看似只有一根细长的竹竿漂浮在水面上，但是在拉扯的过程中，发现水底下已经有一条巨物上了钩。拉西还差点被突然而来的外力扯进了水里，此时他只能菊花一紧，让双脚站稳甲板，而水里的巨物随即便连人带船一起拉着跑。然而再也承受不住超强拉力的竹竿却突然间裂开，虽然竹竿如此不堪重负，但最终还是能够将一条30多斤的大号鲶鱼拉出了水面，让平静的河面瞬间泛起大片水花。而此时的拉西更加感受到了大号鲶鱼的强大拉力，只能一手牵着鱼，一手拿着夺魂钩，努力找准最佳攻击位置，一举将其打捞上来。在大号鲶鱼露出水面的那一刻，拉西直接给他上了一课勾捕定律的现场教学，瞬间让其感受到了后背发凉所带来的不祥之兆。只要船不翻，这条大号鲶鱼的肉身便是人类的美味佳肴。然而此时刚坐下来的拉西已经累出了翔，正在奋力地咳出口中的废气。休息过后，他们很快便来到第2个放置钓鱼陷阱的河边。眼尖的拉西马上便认出了自己亲手设置的钓竿，还居然被水中的大鱼从岸边拉到了垃圾堆当中躲藏。由于鱼绳被树枝缠绕，想要将已经上钩的大鱼拉出水面却并非易事。此时只能让后背画着符咒的库里拉下水解围，只有他才能抵挡得住任何想要向他索命的不祥之物。随即便马上一口气下潜至3米深的河水之中，随着倒计时10秒钟过去，很快便浮出了水面。果然是挡煞之人，大鱼都被吓跑了，就连鱼钩也不见了踪影。上船离开之后，他们再次开船去到另一堆树枝当中，鱼绳同样也是被水下的树枝给缠绕在了一起。拉西尝试用力拉了几下过后便放弃继续拉扯。此时库里拉快速脱掉身上的衣服，靠着背上的护身符保佑再次下水解开缠绕着的鱼绳。而为了防止拉钩被库里拉给搞丢，聪明的拉西便在上面绑了一根红色的绳子来增加安全系数，万一在库里拉浮不出水面的情况下，还能助其一臂之力。随后下潜了10秒钟，便摸清了水下的门道。由于水深加上情况复杂，想要解开水下东扯西拉的鱼绳，最少得浮出水面喘气好几次。此时没有背负符咒的拉西和拉库里也只能爱莫能助，唯有在船上静待佳音。随着库里拉最后一次浮出水面，一条大号鲶鱼也跟着被拉出了垃圾堆。鲶鱼为了摆脱困局，已经自己把自己给缠绕得动弹不得，需要库里拉把鱼线剪掉才能将其解脱出来，这是要把自己给搞死的节奏了。而这条便是靠着犹如神助的库里拉才能捕捉上船的第2条大号鲶鱼。此时的拉西微微一笑，却很倾城。现在来到第3钓点，虽然陷阱非常隐蔽，但对于当地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，每一寸河道他们都无比的熟悉。没有意外的意外，在拿起水面上的竹竿时，又是一条大号鲶鱼被缠绕在了树枝当中，仅靠着手中的鱼钩，单凭他自己的臂力便将30-40斤重的鲶鱼给勾上了船。在取下鱼钩之时，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看了都能让人背脊发凉。这次在没有库里拉下水解围之时，也能顺利的收获到第3条肉质肥美的大号鲶鱼，实属难得。而这只是第3个钓鱼陷阱，他们一共在河里设置了5个钓点，每一个都设置的非常巧妙和隐蔽。除了一个陷阱逃脱了一条大鱼之外，其余都能够捕捉到巨型鲶鱼。此时最后一个陷阱的渔获更是生猛，仅凭一根细小的竹竿便能将其牵制住，任凭怎么翻滚也摆脱不了小小的夺命鱼钩。与此同时，拉西还给他来一下鱼钩再捕，便直接将其拖上了渔船。大鱼上船之后，仍然还是拉西那动人的笑脸，瞬间又俘获了一众少女心。这些便是昨天设置的钓鱼陷阱捕获到的4条巨型鲶鱼，最大的一条重量起码得有60斤以上，尾巴比拉库里的手臂还要粗壮不少。现在拉西还需将鱼嘴里面的鱼钩取出，只有用到这种大号鱼钩，才能将如此巨型的鲶鱼钓起。为了方便搬运，少不了需要用到纤维袋进行打包。这等重量让拉库里一个人都难以抬起。拉回家之后，经过一番称重，
最小的一条就已经有17斤，而最大的一条就算尾巴垫着地板也已经达到了60斤的重量。而这种大号鲶鱼也叫狒狒鱼，肉质不但紧实，而且还非常爽脆。那么大家有尝试过这种大号鲶鱼吗？它的味道怎么样？